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画了哈，我们开始画了。这个构图是大概是这里会有一个花苞哈，这里有一个花苞，然后这里一朵花。那今天我们先画这一朵小花苞吧，这个半开的花苞，我们今天先画这一朵花苞。我们画这个花苞的话，这个底色我们把它分2份吧。画这个花苞的话，我们把这个底色再加深一点。我们让这2朵花有点区别，其实颜色还是那一些哈，还是这些颜色，只是说我们把这2朵花的这个颜色让它区分开，我们就再加一点这个3青进来，让这2朵花的这个颜色会在个颜色上有区别，不要2朵花在一模一样的颜色，在同色系里面有微差。好，我们调好之后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然后再去调色。先调这个玫瑰红。这朵花苞的话，它也是一个给大家看一下这朵花苞。我们今天要画的这个花苞，它是这个中间比较深，外围比较浅，也是包起来的。所以我们画外围的时候，我们要调少一点点颜色，我们只需要调一点点这个笔尖沾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就可以了，调一点点玫瑰红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调太多了啊。好，我们把它画到这里，画上一点点吧，画上一点点。好，就画在这个位置了。好，我们先把它画这个外围的这个包起来这个花瓣啊，画一层这个包起来这种花瓣。这个花苞呢，它都是包起来的，一层一层的。但是我们要这个层次，我们要画出这种层次感的这种变化来，不要把这个全部画的一样的，要有变化啊。好，包起来，一层一层的，浅浅的哈，浅浅的。这个外围的一圈，它都是比较浅一点的颜色，稍微的浅一点点。好，包起来。笔上水分，你们掌控不好这个水分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这个水分太大了啊！水分太大了，真的不好掌握。就像我现在，我都感觉这个水分稍微的有一点点大。当然，你画熟悉了，即使它水分有一点大，你还是可以掌控的。但是你刚开始的话，你可能如果水分掌控不好的话，你就很难画出你想要的这种效果。啊，外围的都是比较浅一点的啊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些包起来，颜色一定要调匀哈，不要太草率了，颜色要调匀。啊，这边一样的包起来。好。然后我们再画中间的，我们稍微的颜色稍微的深一点点啊，稍微的深一点点，慢慢由浅到深了，让它有这种渐变的，慢慢由浅到深。这边还是比较浅啊。好，我们再稍微的深一点点，稍微的深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画出这种一层一层的。
好，我们再调深一点哈，再深的地方再深一点，我们要蘸一点胭脂了。最深的地方我们要蘸一点胭脂了。好，这个正中间用最深的哈。好，这朵小花苞，由浅到深，由浅到深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笔上有点太深了，我们把它洗一下，然后再蘸一下这个底色，洗一下，调一下这个底色，因为我要画外围的一周，外围的这个颜色又会稍微的这个浅一点的，但是颜色的话是有深，但深的不同，我们可以沾一点点这个三青啊。蘸一点点这个三青，然后再蘸一点点这个胭脂，画外围的这一层的这个花瓣。画这个花瓣的时候，我们画过来的时候，我们笔要有一点点动作，不要直接这样子一圆的这样子画过来，那么它就太圆了，会不好看啊。好，这里来一个，笔尖要有一点深色啊。好，这样子包起来，它这个颜色上都有一些这种渐变，看到没有？就是因为这种渐变才会体现出这朵花的这种美。这个就是特殊的这种颜色搭配，才能会去体现它的美。好，这里，所以我的这种方法技巧，我都是毫无保留的阐述给大家，就是希望大家也能画出跟我一样美丽的这个牡丹花。好，这里来一个，这边也是一样加上啊，调点最下面这个我们用最深一点的，用胭脂。
这个花瓣稍微的长一点点。好，我们这个花苞大概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我看一下有没有需要哪里需要调整的，我们再去调整一下。再调整的话，就是把这些非白的地方，太多的话，我们可以去灭掉一点点，让这个深的更加深一点，才会更加有这种层次感。我们在国画中讲究的是这种层次感，我们不讲这个立体感，就讲这种层次感。好，今天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小花苞，好不好看？好，我们再来画一朵哈，再来画一朵花，我们再画一朵花，我们在这里再画一朵花啊，在这里画一朵花。笔尖刚刚有胭脂，我们稍微的洗一下啊，稍微把这个胭脂划掉一点点，因为我们要画这朵花的话，不要让太多胭脂啊。好，我们笔上蘸一点这个底色，蘸一点底色之后调色，哇，这个玫瑰红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再加一点玫瑰红过来。玫瑰红要用多一点，这朵花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的是这个。你看调色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些颗粒感。你看我调色花了很多时间，有没有看到？花了很多时间去调色，因为这个调色真的很重要，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匀了，你才可以画。颜色没有调匀，你画出来这种花瓣它就是不好看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画一朵花，从这里开始吧，就从这里开始吧。来画一朵朝这个右边的花。那我们开始画一些这种反瓣啊，这种反瓣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个小的这个反瓣，比较窄一点的这种反瓣。那我们要画一些很多层次去叠加。那我们一层比一层深，那么这一层我们的颜色稍微的用深一点点哈，颜色稍微的用深一点点。颜色一定要调匀，你看这一笔我都感觉颜色没有调太匀，颜色没有调匀你就画不出来这种你想要的这种感觉哈，颜色一定要调匀啊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调色要仔细啊，仔细把颜色调匀，一层一层的啊，一层一层的叠加。画这个小血翼，我们一定要细心啊，细心耐心。这个是小血翼啊，我们画的是小血翼。
好，这些很多这种反瓣的这种组合啊，这种层次去叠加。我们深的地方可以蘸一点点胭脂，深的地方可以蘸一点点胭脂，一层一层的，每一层它会有一些区别哈，每一层会有一些区别。画的时候仔细一点，慢一点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些小的层次啊，这种很小很小的层次，让这个花显得特别丰富啊。这个很小很小的层次，我们也要把它表达出来。好，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，慢慢这样子包起来。好，这个包起来，还有包到外面。这个花瓣可以大一点，长一点，窄一点，这样子包起来。小一点的这个层次。刚刚我们示范的时候就有这种小小的这种反瓣啊，小小的这种反瓣。我们都把这种反瓣都画出来，然后最后才去再去补充它的正瓣，才去完整它。
好，这些是这个侧面的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画了这么多了，我们现在要补充一些这个，补充一些这个正半了。有的地方我们可以让它长一点，不要都是太齐了，因为这个地方有一点点齐，有点齐，我们稍微的把它破一下，加一点点这个细节出来，不要让它过于太齐了。加一点这个细节也是更加增添它的一个层次感，好了，我们画这么多，我们现在把这些正半都加上来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把正半。好，我们现在加一点水分。我们刚刚一直讲的，我们画这个正半的时候，如果说你想颜色更深一点，咱们就加水哈，咱们就直接加水，然后把颜色调饱满一些，把这个玫瑰红多调一些，调一层啊，调多一点，调到这个笔肚上。我们现在可以调到笔的1/2的地方去，调多一点这个玫瑰红，然后一定要调均匀。你看一下，这样笔是没有均匀的，我们要继续调，把它颜色调得很匀才可以啊，一定要非常均匀才可以。调了之后，我们笔尖蘸一点点这个曙红，然后适当的时候蘸一点点这个胭脂，胭脂不要太多了，胭脂这个东西的话太多了，它就不好看了。我们从哪里开始补呢？这些空白的这些地方，我们都要补上这个正斑哈，正斑的颜色是比较深一点哈，都要补上，慢慢的去补上。笔尖一定要有最深的，这样子来补，小小的这一个补上去，马上就有这种层次感来了，是不是？补上这个正半的话，层次感马上就出来了。补上之后，层次感就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来补上这个正半。那这个稍微大一点，我们画这个花瓣的时候要有大有小，有这个变化。好，这个马上就有这种层次感了。笔尖上要补充这个颜色，一定要笔尖上有最深的颜色，这个层次感才会出得来。好，我们继续来。这个补上去之后，马上就有这种，补上这个正半之后，就马上有这种层次感了。
好，我们把这些地方，只有看得到的这些反半的正半，我们先把它都补充一下，都把它先补充一下。窄窄的我们直接要这样子去补充，让它的层次显得特别丰富。那偶尔来一个大一点的，偶尔补充一个大一点的。颜色一定要调匀，看见没有？刚刚这一笔感觉有颜色没有调匀，有颜色没有调匀，颜色没有调匀，画出来的东西它就不好看。所以说你颜色一定要细心哦，调色一定要有耐心，一定要有细心，去把这个颜色一定要调均匀了。好，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些正半都去把它补充。我们笔上稍微的沾一点底色啊，现在稍微沾一点底色，因为慢慢的这个颜色会有一点渐变啊，会有点变浅了，颜色会慢慢的渐变变浅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加一个小的，然后再加一层，让这个层次显得更加丰富。把它包过来，包过来，我们让这个颜色稍微的浅一点点。好，我们中间这一块我们就直接画啊，颜色深一点哈，中间这一块我们颜色调多一点点，调饱满一点，有一点点蘸一点点胭脂，同样是蘸一点胭脂，让这一块颜色最深了，最饱满。当然有这种正反半的这种组合啊。当然不要画的太，每一个花瓣也不需要表达的太清楚，直接这么去点它，就是我们的一个画的一个物象中要有这种虚实的变化，不要整朵花都是特别实，要有这种虚的这种地方，要有这种虚的地方。好，外围的一层稍微的越来越浅了，这个颜色会越来越浅。我们这朵花跟我们的那个花心是一样的哈，中间是最深的，然后外围的是比较浅一点，比较浅一点的我们要蘸一点底色。哎，这个底色被我污染了，里面太多这个红色了。我们拿这一碟子来把这个底色调一下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底色一定是要调匀哈。这朵花的话，每次我们画这个花的时候，刚开始的话，可能大家都看不出它的效果，所以一般要看到最后才知道它，才能确定它好不好看。好，这个花瓣一层一层的去叠加，一层一层叠加，但是我们要画出这种变化，不要画的太圆了，一定要画出这种花瓣的这种变化。
这样这个边缘是越来越浅，这个颜色越来越浅。边缘的颜色越来越浅啊。我们不要把这个色阶的地方画得太明显了。好，我们基本上这个中间的这一圈我们就画这么多了，然后我们要画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颜色，比较深一点的底色。比较深一点的底色，我们就要另外调一个底色了，因为外面这一圈的这个花瓣的颜色稍微的有一点点区别啊。稍微会有一点点区别。来，先把这个反瓣，把这个正瓣先加上。好，这个正瓣我们直接让它出来，包出来，包过来。好，外面还有一层呢，外面有一层，我们把它这个底色再调深一点哈。把这个边上这个盘子边上的这个三青都加进去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啊，大的花瓣。好，大的花瓣我们回一下笔哈，有的地方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的地方。好，这里来一个，然后我们外围这个花瓣的颜色会越来越不一样哈，外围的这个花瓣的颜色会越来越不一样。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。
好，我们刚刚说的，刚开始我们讲的时候有讲，最后我们要加一点珠标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我们还差几个花瓣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加一点珠标。刚开始都跟大家讲了，要加这个珠标，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了啊。哎，这里调太深了，调太深了，我们来到这个盘子里调一下吧。颜色太深了啊，太多这个珠标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，我们继续把这个花继续让它完整。好，我们调完底色之后，还是一样的调一下这个，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。当然，我们不要调太多了。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这个底色来画，这个底色的是比较深一点点。如果水分太大了，我们就化掉一点点哈，不要让笔上的水分太大了。水分太大了，可能它就画出来这个东西它不好看。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啊，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，我们就往哪里加。笔尖上蘸一点点胭脂哈，笔尖蘸一点胭脂，最下面这个花瓣，它的颜色会稍微的深一点啊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加一个花瓣。这里加一层，然后这边来一个，颜色上会有一点区别，它不管是深还是浅，但是它的颜色会有一些微差，有一种微差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画这个牡丹花的这个独特的地方，它的颜色非常重要，用这个颜色表达这个花的这种层次感。这个外面的这一层的颜色会有一些完全不一样啊。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，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花器把它完整。画到最后，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蓝点。每一个花瓣加在哪里它都是影响这个花的这个形状。这个花瓣让它跟它融合在一起啊，成一个花瓣啊，然后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加花瓣。颜色一定要调匀哈，颜色调匀才是你画好这个花的这种关键点。画完之后，我们再去看。画完之后，我们再去看哪里需要再调整哈，再进行调整。
稍微的长一点点这个花瓣。把这个太深的地方，我们把它这个笔尖有的时候太深了，把它调和一下，不要让它太跳了，避免太跳了。来看一下这个花型，这朵花它实际上它是本身这朵花有点圆，所以我们画起来也把它画的有点圆啊。这里会有一些这种虚一点的，上面会来一点这种虚一点点的。好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稍微的沾一点点颜色。看一下啊，这朵花要不就让它圆吧，要不就让它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中间的这个心的地方把它画上，再看一下啊，把中间的心的地方画上，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整体。如果这个整体不行的话，我们再去调整。花心用这个胭脂，用这个最深的这个胭脂。花心用这个最深的这个胭脂把它画满。把这个太多这个白的地方我们进行调整一下，不要让它太多了，太多飞白。好，有一些地方深的地方我们可以让它更深一点哈。像这些有一些我感觉不太深的话，我们再去把它加一下，再把它加一下。可以了，我们让这一块深一点，让这一块这个白出来。好，这朵花我们再加上花心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两朵花啊，一朵大的，一朵小的，看一下需不需要调整啊？看一下需不需要调整。好，我们今天这朵花就让它这样子圆哈，就让它圆起来。其实今天这两朵花很仙气，很美。好，这两朵花，然后我们加上叶子吧，把它加上叶子。